平老师，您录节目的时候，那个为什么一直朝这边？因为是喜欢向左，对不对？你爱他吗？你爱他吗？我跪着说，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前面再加4个字，这么多年你还好吗？你知道有时候旁边的人问的这么直接，有一点尴尬的。很多人大家上网上看见了，我们向左先生其实穿的非常的先锋。你看看向左这些衣服，哇！他穿那些衣服，在他穿之前，您知情吗？不知道呀。啊，不知道啊。你也是在电视上才看到的。对，我跟大家一样，都在电视上看到。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哎，对。向左，因为之前上一个节目也讲的脱口秀，您觉得他讲的怎么样？到您的预期了吗？挺好的吧。他会推荐。他会叫我们跟孩子一起看，哦，全家一起坐着看向左老师的脱口秀。哎，如果跟着家人一块看，他的笑点认为自个儿特别好笑，家里人会看他的脸色，对不对？然后他觉得哈哈哈，你们就会觉得他觉得好笑的地方一定要陪着笑吗？啊，也倒不会，也倒不会，因为孩子们看不懂嘛，他们只是觉得有个人站在那里，我就会说你们再看仔细一点，这个人是谁？哦，孩子们都没认出来是吗？因为爸爸很少穿那个衣服上。如果您来看脱口秀的话，因为您第一次参加嘛，就是觉得什么样是一个特别好脱口秀，在您心目中？我觉得应该每个脱口秀演员的表演都是大家值得欣赏的，但因为我可能有一些就口音的问题吧，可能会有点看不懂。所以今天是不是有时候也要伪装一下？就明明听不太懂，但是也要伪装的营业笑一下。好笑，或者挥一下裙摆，好好笑啊！我一会儿觉得好笑的，我就这样，太好笑了。哎，翟老师，如果您本身都这么厉害了，您看别人脱口秀，你会怎么评价？我一般都不评价别人，哎，直接打，直接上手，直接飞踹，能动手为什么要动嘴呢？吐嘛破！咱就这么录啊！对，咱就这么录啊！不行，来，您说，您觉得好笑的标准是什么？我感觉只要现场那个观众就开心，然后大家都能接受的那个尺度的段子，就不要端着。我感觉脱口秀就不能端着。你看见没有？冠军的理解也就不过如此，也就这样而已。是，也没说什么金句。好的，其实我们这个什么标准呀，都是观众说了算。所以说各位手里有这个意见卡，对不对？意见卡就是各位的尚方宝剑了。然后5星就是好笑，单场4星以上超过70%的，为新人演员解锁奖励。没到70%，今天就是金主接头。那么10场演出之后呢，总好评比例到达70%以上的，直接解锁终极大礼，就是向左所有的衣服都归你了。那可穿不过来啊，太多了，哇塞！是2026全年的大卖全国巡演。当然了，我们节目的真正的演员呢，是我们脱口秀的这些新人演员们，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棒棒的！好的。这一次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翟老师他是排兵布阵的，对不对？哎，我们这一次的口号就是坚决不会睡大街了。现在演出即将开始，各位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别来劝劝我呀！差不多，不用，可以了，谢谢你啊！有请今天的热场大嘉宾二狗。感谢，今天特别荣幸又来做了热场嘉宾，各位认识我吗？很好。然后我可能以交友啊，然后这种爱情相关的题材进行一些互动，可能会有一点点冒犯性，可以吗？可以。那我就下来互动，可以吗？真的可以啊！我们有个口号，各位知道吗？啊，来了啊！众所周知，我们一直卖的第一版是。这你们都知道，很好。那么就随便问了啊，这个啊，拖把头，可以这样称呼你。拖把头，第几次看到我演出？线下是第一次。你怎么还有口音呢？现在？
今天是一个人还是？我今天是一个人来的。今天是一个人来的。什么？不是一个人来的。哦，接到举报，他说不是一个人。这个帅哥想说话，这个帅哥是单身吗？是单身。哦，那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我喜欢郭碧婷。你配不上她。我知道。开玩笑。那你找一个好不好？你今天单身多久了？头把头。19年。单身19年，就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啊？是的。什么原因呢？身边没有碰到过喜欢的女生。有啊。哦，那你追过她？没有。那你说什么原因？没想到互动到你吧？什么？你刚刚没有在认真听我互动？好凶！认真。你是单身吗？是的。没人在乎。所以19年你怎么追的那个女生啊？没有追。喜欢不追，为什么？暗恋。暗恋啊？你有暗恋过女生吗？没有。你有点懵是吧？不知道每个问题都会问你一次哈。你准备好啊，蒙哥。所以你是单身？我不是。哦，你是为了他不是单身还是？你他。你在等他？在等。万一你俩真的成了，让他当伴郎，他在后面当花童牵着裙子，非常好，这一边很好。那你呢？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我喜欢甜妹，然后甜妹，安静一点，安静的甜妹，然后比较清纯。甜妹啊，今天有甜妹来了吗？单身的女生有甜妹的类型吗？那这个 ，Hello， 你好，小姐姐，你好，小姐姐，单身。怎么称呼你呢？梁小梁。哦，全名啊。所以你会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帅哥。很好，我们尝试一下啊。有什么问题想问他的吗？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大脑一片空白，我帮你问好不好？我找个朋友帮你问，拖把。你帮他问一个问题，你会问男生什么问题？我想摸一下你头发，可以吗？你是什么星座的？你是什么星座？我是天蝎。哦，情场浪子。开玩笑，不要用星座去评判。您是什么星座？他是水象天蝎。我也是水象天蝎。这都可以啊！水象和水象是不是比较容易在一起？说是。是。快点，你撮合他们俩，我撮合你们俩啊。挺好。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跳点舞吧。放弃。平时有什么爱好？看跳舞，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了，最后你帮他再问一个问题，我们结束。来，你会喜欢那个甜妹吗？哦，你直接问他，你喜欢他吗？这么直接啊？那你表白的时候为什么不这么直接？因为脸都红了。所以这个小姐姐是你喜欢的类型吗？你扭头看她一眼，转过去看，转过去，来对视3秒，来。OK， 所以他们两个对视3秒，可以。那你换个位置。好，来，站起来，来，你也站起来。他的眼角有钻了，你也太精致了吧！来，站，两个人站起来，站起来，靠近一点点。等一下，别动！等一下。我这个姿势是好看的吗？好看。你放心，拍不到下半身，拍不到。19岁的弟弟，好好学一下，这是你这辈子目前难以企及的高度。来，两个人对视3秒钟啊，靠近一点点哦，好，3、2、1，好，可以。一会儿结束之后去加个联系方式，好不好？这边看，掌声送给这2个，好啊。OK， 差不多了。希望每个人也能找到那个真正你爱和他爱你的人，好吗？谢谢各位。谢谢二哥。
那今天其实那个郭碧婷也第一次看我们二狗演出，对不对？您觉得？很好玩啊，听得懂听得懂。看别人配对蛮有趣的。哎，郭是不是也是你的女神吧？应该郭碧婷。啊，对。然后你们俩互动一下啊！哎呦，哎，看见女神，你会什么样，二狗？我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了，就是有点紧张。好，我怎么问呢？你爱他吗？你爱他吗？我跪着说。什么玩意儿啊！哎呀，前面再加4个字，这么多年你还好吗？你知道有时候旁边的人问的这么直接，有一点尴尬了。谢谢我们二狗啊，也谢谢大家。大家看到了这么热烈、这么可爱、这么互动的一个演出之后呢，下面这个演出呢，大家会非常的冷却，因为下面这个演出会非常的狠毒。不是，是我们老是这么说。其实我们这位兄弟啊，他非常的热情，然后心也非常暖。这位就是我们嘴碎但是心热的翟佳宁来啦！哎，谢谢，哎，好嘞，行，咱们冷静啊！感谢各位，哎，你这今年确实哈取得的进步有点太大了，真的朋友们，我发现很多线下那些观众他对你就非常期待，而且有的时候也过于尊重。真的，我给各位讲个真事儿，去年年底坐地铁碰到一个观众，他认识我，对我尊敬到什么程度，我做梦都想不到，他能给我让座过去。我当时就看那地铁车厢里头那什么老弱病残孕啊，我说现在后边缺个翟字了，现在给我弄得一脸茫然跟那站着，旁边有个大爷7、80了站着，一脸茫然看着我，想了半天没想明白他输哪了哈。想1分钟，实在是没忍住问我一句：“兄弟，你怎么保养的？你这是？我瞅你不像啊，我瞅你就54，我看你。”我挺不好意思，我说大哥你不知道，那幽默是男人最好的医美呢。开玩笑，我上完节目获得最多的怎么可能是尊重呢？就是挨骂嘛，是吧？真的，今年影响力提升了，你看挨骂都提升了。原来挨骂都只骂我一个人，说翟佳宁你这种人都能去线上，翟佳宁你可真垃圾。今年都不光骂我，说翟佳宁你能夺冠，翟佳宁你垃圾，那节目也垃圾。朋友们，我说实话，遇到这种恶评，我心里就挺复杂。讲了半天就是先给他点的赞，完了再举的报哈。但朋友们，我跟你讲，哎，挨骂这玩意儿有好处，真的。朋友们，你看是不是很多脱口秀演员，尤其是线上演员，他们每年参加完线上比赛之后，都进入到了一个创作素材瓶颈期。我不一样，每年9月份才是我素材爆发期。你们谁被网暴过？你知道黑粉粘性多强吗？这有几个兄弟朋友骂了我4个多月，4个多月，粘性强到什么程度？他们在我那儿现在是金粉2，现在是。我给那几个骂成金粉的人拉了个微博群，群名叫金粉世家叫。有个兄弟骂了我4个多月，哎，每天坚持不懈给我发100多个脏字不重样的，4个多月100多天，1万多个脏字。我们一个脱口秀演员专场就这么些字儿。骂我都开专场了，这专场名我都替他想好了，就叫 Master， 你知道吧？必须 Master。我现在每天的重要生活任务之一就是跟他们续火花，就是从早俺们对骂到晚上，我一点不夸张。明天我失踪了，比我妈能先发现。我现在人生最大的困境，朋友们，就是不敢在这个公共社交媒体私信区里打脏字啊，你知道吧？怕被人截屏发网上再盖一遍。你们有谁有那种就是被命运遏制住咽喉那种痛苦？就是我每天看着他攻击我的家人，
攻击我在乎的一切，骂我这骂我那，我气的手都嘚瑟，隔着屏幕想了半天才回他一句：“你素质可真低呀！”真的很生气，朋友们。我有海量跟喷子对线的经验，朋友们相信我，绝大部分你无法理解。哎，给各位讲个真事儿啊，有一个应该是姐们儿，骂了我3个来月，突然就不骂了，给我发的消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翟亚宁，对不起，突然 get 到你的魅力了。”哎呦，救命！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骂你了，宝宝。这字儿，这字儿。我真的，我当时就回他，我说坚持你自己，别让我看不起你，听见没？他说对不起，看到你的表现，真的感觉突然被你勾到了，求你了，不骂你了，加个微信，求你了。我当时就给他拉黑举报了，恶心。对。真的，朋友们，我这也是非常讲原则的。就咱俩要骂，咱俩就一直骂。咱俩打着架，你突然亲我一口，那算怎么回事是吧？朋友们，经常挨骂呢，你就会研究挨骂，真的不研究不知道。互联网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你就说神奇的闲鱼，什么都有卖的。我在闲鱼上搜情绪宣泄，都有卖的，10块钱一条，附赠心理咨询。我跟你说，就这个单价，金粉10家现在应该欠我一辆车。闲鱼朋友们特别好，万物皆可挂，你有什么情绪出不掉，直接闲鱼下单单唠，怎么不算闲置变现呢？好。真的，你们经常挨骂呢。我经常跟其他脱口秀演员，咱们都讨论挨骂。哎，你们认识毛豆吗？我就跟他聊，毛豆跟我说：“翟，我感觉你说的有点道理，我也不理解网上这个骂人的标准，非常双标。你看付航说自己是猴，所有的观众几乎都夸他，说付航好，说自己是猴，底色悲凉，高级，站在动物角度看人类。”毛豆给我说原话：“翟呀，我说我是猪啊，那网民都怎么骂我？都说我再吃就快死了。”你看非常双标。你很多人他说自己身体缺陷，就爱夸。那黑灯说自己看不见，替少数发声，没有人心疼毛豆。你看毛豆多可怜，他肉眼可见的就是重度脂肪肝吧，黑灯都能看出来。这玩意儿随时要人命啊！而且未来几年他极可能继续得什么糖尿病啊、痛风啊、心血管疾病。我查了一下，朋友们，脂肪肝占全人类30%，糖尿病14%，痛风1.5%，心血管疾病1%。就什么概念？就你这4个病同时得的概率一起乘，再乘以全世界70亿人口，44100个。我看了，咱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藏羚羊都35万头，毛豆濒临灭绝了都，没人心疼他。咱们都听过那个段子没有？说什么黑灯为了赶开放麦骑共享单车，怎么评价他？说他勇敢。这都不是重点，朋友们，重点我查了一下，共享单车限制重量220斤，毛豆骑不了共享单车。黑灯骑共享单车，黑灯勇敢；毛豆骑共享单车，这自行车真勇敢，你看。真的，我挺讨厌那些在网上看段子上纲上线的观众。哎，我最喜欢什么样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句话是骂到我心坎里头了。他说：“翟亚宁，什么样的人会喜欢你这种垃圾演员？100%是那种低端的互联网下沉用户。”我都不知道什么叫低端的互联网下沉用户，我就特意问的 DeepSeek。我以为 DeepSeek 就是下沉的意思，你知道吧？反应慢的就是低端互联网下沉用户呢。他给的答案，出身于4、5线城市，这种观众不是跟我经历背景一模一样吗？我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就4线城市的。我最喜欢的观众就是4线的大哥观众，真的，我最喜欢的不是你们。我对咱们这种省会级别以上城市的观众更多是尊敬的，知道吧？真的。
我最喜欢四线大哥观众，为什么呢？他们是我见过人生真正有大困境，但是从来不在网上骂人抱怨的人。我每年过年都回鞍山讲脱口秀，我今年过年就遇到一个大哥，他是我见过活在坎上的男人。70后给我讲他的创业经历，咱们就是98年手机快普及的时候，他开了电话亭；淘宝快火的时候，他开了服装店。完了，15年他炒的股票，实在是干不动了。20年攒了所有的积蓄，回鞍山买房子交的首付。大哥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给自己干成老赖了。我瞅大哥距离被强制执行就差买杯碧血冰城了，真的。我就跟大哥聊啊，我说兄弟，大哥咱都穷成这样了，你还能笑出来吗？他说兄弟，我就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笑不出来的？我说哥，你那都老赖了，老赖能把我怎么的兄弟？我说老赖都限制消费了。他说限制我什么？限制消费，我用它限制吗？兄弟，你记住，没有人能限制我消费。我说哥，那咱现在主要靠什么活着？他说主要是搁超市里头给人打精，更主要是管最好的朋友借钱。多好，朋友们，都穷成这样了，都没上网骂人呐。人家这人生态度，无人扶我凌云志，挨个朋友试一试啊！这，谢谢。好，掌声赞助我们翟佳宁。看过这场演出之后，我们不要管这翟佳宁叫翟佳宁了，叫什么？叫宝宝，叫宝宝。哎，哎，就是在网上看见人管你叫宝宝之后，你当时感觉怎么？恶心。就是纯恶心，没有一种没有一点点，就是心动了。他主要是先骂你，先骂你，再说你宝宝，你就感觉他就是故意来恶心你。翟佳宁其实他整个这个脱口秀消解的自个儿又特别可爱，是吧？到最后这种感觉。他主要是就是给自己立了这样的一个跟观众对骂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啊。以后呢，塌不了房。就是观众如果晒翟佳宁跟他的聊天记录，说哎，这明星怎么骂人？翟佳宁说我是对了，我一直骂人呢。对呀，什么是对骂呀？不是对骂，是对骂。对。好，怎么样，仙女儿？您感觉他这段说的到达您的那个好笑的那个标准了吗？宝宝很好笑啊，宝宝很好笑啊。爸爸，你先，哎呦，说宝宝很好笑哦。但是看到很多网友在叫他翟宝宝，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用 AI 做了很多翟宝宝跟他的合照，结婚照吗？对啊，一起结婚照啊，搂搂抱抱。我天天举报。